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岛新赖先生所著的《成为有钱人的心理学》这本书。当谈到成为有钱人这个话题时，也许有很多人对金钱持负面的看法，认为谈论金钱是不体面的事情。但事实是，如果没有金钱，我们将无法生存，无法享用营养丰富的食物，也无法住在干净舒适的房子里。金钱在我们的健康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我们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大岛先生成长于一个贫困的家庭，他从小就立志成为有钱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不断思考为什么有些人无法成为有钱人。他曾尝试召集一些看起来很聪明的人，让他们去赚钱。然而结果表明，智商高的人并不一定能赚到钱。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例子，聪明的人并不都是有钱人。那么，成为有钱人需要什么条件呢？在大岛先生的研究中，他发现关键在于了解大脑的某些机制。他意识到，要想成为有钱人，必须借助潜意识的力量。这个观点可能很多人现在还不太理解，但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接下来，我将深入解释这些心理学原理，帮助大家理解如何通过改变思维方式来实现财务自由。作者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善于激活潜意识，就有可能摆脱束缚，打开无限的可能性，并吸引财富。相反，如果我们被情绪所左右，受到他人的嫉妒，潜意识就无法发挥作用，就会错失机会和可能性。这样的话，成为有钱人就变得非常困难。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情绪左右导致我们变得贫穷；第二，90%的人不知道成为有钱人的机制；第三，连接您和金钱的惊人方法。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情绪左右导致我们变得贫穷来开始解释。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无法成为有钱人呢？这可能是因为您被情绪所左右，错过了成为有钱人的机会。虽然这听起来可能无法立刻理解，但作者确实经历过被情绪左右而错失赚钱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借鉴本书作者的经验，看看被情绪左右具体是怎样影响我们的。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愤怒情绪是如何破坏机会的。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因为得不到理想的待遇，或者无法忍受上司不合理的命令和态度，就愤然辞职。愤怒这种情绪是因为我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需要自我防御，因此愤怒才会涌上心头。特别是那些总是认为别人是好人，对他人过度信任和期望的人要特别小心。即使对方并没有故意背叛您，但如果对方的言行与您的期望不符，就会让您感到受伤，从而产生受害者心理，认为对方在针对自己，陷害自己，自己是唯一吃亏的人，于是怒火中烧，破坏了与对方的关系。如果不对对方抱有过高的期望，并能保持适当的距离，那么您可能会获得对方的帮助，取得好的成果，甚至能拓展自己的人脉，获得许多机会。然而，如果总是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一旦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发展，就会感到被背叛、愤怒，从而一瞬间错失这些机会。大家应该停止被愤怒这种情绪所左右的行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因同情对方而被剥削的例子。例如，作者自己就曾因为觉得某人可怜，于是出于同情心雇佣了那个人，结果却被背叛，蒙受了金钱上的损失，感到非常后悔。其实，同情并不是一件坏事，理解并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这种行为本身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美德。然而，为什么做好事却会得到令人遗憾的结果呢？这是因为同情有时会侵犯对方的个人空间。个人空间是指当他人靠近到一定距离时，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距离。在新冠疫情期间，要求人与人之间保持2米距离的措施，正是这种感受的体现。当我们出于同情而给予帮助时，心理距离拉近了，
仿佛把对方当作家人一样无条件支持。结果对方可能会误以为自己可以像对待家人一样对待帮助他们的人。这样一来，对方会认为无论做什么都是被允许的，并逐渐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比如觉得自己理所应当得到帮助，甚至抱怨所得到的帮助不够。您的同情心和助人之心是值得称赞的，但要注意的是，不能让这种同情心转变成负担。想要帮助他人的时候，要保持适当的距离，避免进入对方的个人空间，以免被潜意识的剥削。以上例子说明了愤怒和同情是如何导致金钱上的损失的。作者还提到了其他情感，如罪恶感、自卑感、紧张感和孤立感等。这些情感也可能让人失去许多宝贵的机会。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些感悟。也许你会认为自己无法控制情绪是自食其果，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简单。调查结果表明，作者受到愤怒和同情等情绪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自己产生的。大家是否听说过镜像神经元这个词？这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元，具有模仿他人脑部状态的特性，使我们无法分辨是自己的情绪还是他人传递过来的。例如，当旁边有一个愤怒的人时，镜像神经元就会反应，使我们也感到不快。在早上拥挤的地铁车厢里，时常也会感受到别人的烦躁情绪。虽然一开始我们自己并不感到烦躁，但别人的烦躁情绪却会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也越来越感到烦躁。这正是因为镜像神经元的作用。另外，像是被他人情绪感染而流泪，或者被别人的笑声逗笑，以及打呵欠传染等现象，都被认为是镜像神经元的作用。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意识地分辨这些情感是否来源于自己。如果一直感到不愉快的情绪无法散去，那么很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处理他人的愤怒等不良情绪时，也将其纳入到自己的情绪中了。正常情况下，人类的情绪是短暂的。如果愤怒之情无法释放，那么可能是因为您被别人的愤怒所影响。据说生气时会导致胃痛，这说明愤怒情绪与胃的健康有关。生气的人的胃在 X 光照片上会呈现纵向伸展，而患有胃病的人通常都充满愤怒。这并不是因为愤怒的原因在于自己，而是因为他人的愤怒情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胃。今天因为别人的愤怒而导致胃痛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没有意识到是别人的愤怒导致了胃痛，单纯吃胃药是不能治愈胃痛的。但一旦了解到胃痛的原因，疼痛就会减轻。就像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可能会被他人的情绪所影响，错失了成为有钱人的机会。接下来是第二部分，90%的人不知道成为有钱人的机制。作为没有成为有钱人的原因之一，有一种情况是有人给您下了封印你能力的暗示，作者称之为诅咒暗示。这些暗示通常通过人们耳熟能详的台词来传递。比如，您是否曾被父母或者周围的人说过，你总是浪费钱，你从来都没有存钱的计划，你将来肯定很难挣到钱，你的愤怒会毁了你的人生，你总是在关键时掉链子，你永远无法得第一，你总是容易被人欺骗和利用等等。这些话可能会影响您的思维，让您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据说，作者曾经从他的母亲那里得到了与金钱相关的3条暗示：你总是浪费钱，你从来都没有存钱的计划，你将来肯定很难挣到钱。当时的母亲自然是出于好意，希望自己的孩子不会真的陷入这种境地。然而，这些话却像暗示一样，在作者的脑海中萦绕，最终导致了他无法存钱，或者总是在无意中挥霍钱财，进而使他陷入了金钱困境。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因为您父母的原因而导致的不顺而已，但实际上，甚至在来接受作者咨询的人中，也有许多人确实被父母下了类似的诅咒性的暗示，而导致相应的境况。相反，一旦从这种诅咒性的暗示中解脱出来，就可能让人迅速变得富有。诅咒暗示在无形中影响着您，并且长期持续发挥作用，甚至能够彻底改变您的人生。
可怕的是，这种诅咒暗示几乎总是隐藏在那些看似善意的话语中。例如，如果在一次购物中，您买了一件价值2万日元的包，结果父母看到后说：“这么贵的东西，要好好珍惜哦，别乱花钱，到时候没钱用了。”父母这些话本身是出于为你好的初衷，但其实暗含了2个隐秘的负面暗示：一个是购买贵的商品等同于浪费，最终导致无法存钱；另一个是对物品不珍惜会导致贫困。虽然父母并没有故意施加这些负面暗示，但他们这些话却源自对您未来可能挥霍和不珍惜物品的担忧。这些话语会潜移默化地留在您的脑海中，让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会因为挥霍和不珍惜而变得贫穷。结果，您可能在这些暗示的影响下，逐渐走向父母所担心的境地，最后验证了他们的担忧。看吧，我说的没错吧？这些负面暗示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让您对金钱过于在意，从而无法充分利用潜意识的力量。潜意识的力量是指什么呢？就拿运动会入场练习来说，如果我们刻意去注意左手和左脚、右手和右脚同时向前行走，结果会导致顺拐，步伐不够流畅，走路就像机器人一样不自然。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刻意关注这些，而是自然而然的行走，就能够更加顺畅的行走。这种现象在开车或骑车时也同样存在。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直线行驶，可能反而会导致车辆运行的不够顺畅。而只要专注于前方，让身体和精神放松，反而能够更加自然地保持直线行驶。在金钱方面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过分关注金钱，就会不断偏离正确的金钱管理之道，导致过度挥霍和浪费。然而，如果我们让潜意识的力量自然地引导我们，就能够朝着富裕的方向前进。如果受到了挥霍金钱的暗示，那么在使用金钱时就会过分关注挥霍和浪费，导致金钱朝着挥霍和浪费的方向流失。例如，有的人经常会打开购物网站，明知道那些东西并不需要，却还是忍不住买下来。即使您心里知道这是浪费，但还是会重复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如果潜意识的力量在起作用，您就不会去想得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如果您能依赖潜意识的力量，它会自然而然地引导您走向富有。然而，因为受到了负面暗示的影响，您试图用意识来控制自己走向富有的方向，反而事与愿违。潜意识力量的特性就在于，它会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帮助我们。在拥挤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有意识地试图避免撞到别人，反而会不断和别人走到同一个方向，甚至撞到别人。相反，如果您没有刻意去注意别人，和朋友开心的聊天走路时，你会发现自己能够轻松地避开人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您可以完全依赖潜意识。比如，在走路时低头玩手机是不可取的，因为那时您的意识完全集中在手机上。潜意识是帮助我们朝着意识所设定的方向前进的。因此，安全行走时不能完全依赖潜意识，而是需要意识的引导和潜意识的支持。这表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需要有适当的平衡。我们在有意识的行动时，表面上看似单独完成，但实际上一直在依赖潜意识的帮助。比如说，作者曾经一度无法坚持每天跑10公里，但通过边听音乐边跑步这个方法，他成功地达成了这一个习惯。这是因为他发现，通过听音乐，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每天跑10公里这个目标上。相反，当没有音乐时，意识很容易从目标上分散出去，例如感觉呼吸困难、膝盖关节疼痛等。但当他听音乐跑步，专注于目标并进入集中模式时，潜意识会调整呼吸，调节奔跑方式，并减轻对膝盖的负担。这样，潜意识会帮助我们朝着意识所确定的方向前进，直至达到目标。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利用潜意识力量并将自己的目标方向化，需要适度的意识和潜意识的平衡。对于金钱来说，意识和潜意识的作用各占一半的比例比较合适。
当您太过计较金钱得失，或者因金钱而感到不安或后悔时，表明您对金钱过度关注。如果您陷入这种状态，意识的比例就偏高了。那么，如何将意识和潜意识的比例调整到5-5开呢？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拥有成为有钱人的愿望，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觉察到自己意识过多、潜意识不足的时候，调整意识和潜意识的黄金比例为5-5开后，金钱就会自然而然地涌入您的生活。一位经过作者咨询的男士意识到自己以前过度关注金钱，决定调整潜意识的比重。结果，他开始接受了之前因不想浪费金钱而拒绝的前辈的邀请，这提高了他在同事中的信任度，也增加了被委以重任的机会。很快，他就升任为领导。所以，只要意识到意识和潜意识的黄金比例，机会就会不断的来到您身边，您也就能够掌握金钱的流动。接下来是第3部分，连接您和金钱的惊人方法。他人的嫉妒可能是让您远离财富的元凶之一。或许有的人可能会说，从来没有人嫉妒过我。但是嫉妒并不仅限于你已经拥有的或是能够看到的东西，它也可能针对您潜在的能力。别人能够感知到您的潜在动力，这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会自动地将自己的智商与您的智商进行比较。人类通过大脑和大脑之间的网络连接来洞悉他人的水平。举个例子，当一个拥有智商160的人看到一个智商130的陌生人时，他可能会立刻对对方的潜在能力产生敌意。我们的大脑中有着镜像神经元，他们会模仿周围人的情绪，例如紧张感、幸福感等感受。这些情绪会在潜意识中传递。当感知到对方的智商水平与自己相差较大时，就会引发嫉妒，甚至会对您采取攻击的行为。例如，当您坐在电车上，您可能会发现有些路线的车厢让你感到紧张，而有些则不会。这可能是因为大脑中的镜像神经网络让周围的人感知到你与他们的智商差异，从而产生嫉妒。或者在职场上，即使没有引起嫉妒的原因，有时候你也会发现自己成为了别人眼中的眼中钉。这种情况发生时，可能是因为周围的人感受到你有成功的可能性，从而感到嫉妒。在现代科学中，我们认为大脑之间的网络频率，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速度，是无法测量的，甚至可能比光速更快。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机制，即当您的大脑连接到一个已经成功的人的大脑时，就会感到嫉妒。因此，其他人可能会攻击您，破坏您的机会，导致您无法积累财富，或陷入无法取得成功的状态。受到嫉妒影响的人有共同的特征，比如情绪方面有以下共同点：1、曾因情绪流露而后悔；2、不愉快的情绪难以消散；3、突然会涌现不愉快的情绪。这些都是受到嫉妒影响的结果。当有人对您感到嫉妒时，他们的痛苦和愤怒的情绪可能会通过大脑的镜像神经网络传递给您。然而，您的大脑并不了解这是对方传递过来的情绪，而是把对方的情绪当作自己的，以至于你会产生恶劣的情绪和破坏性的行为。接下来，让我来讲述一个女性的故事。这位女性曾在一家大型企业工作，由于她既漂亮又聪明，性格温和，因此遭到周围人的嫉妒，导致精神崩溃，最终选择辞职。之后，她在其他的工作中也受到了嫉妒，于是不断跳槽，到后来迫使她在一家超市打零工，时薪900日元，但也遭到了经理和同事的各种挑剔，说她做事拖拉。她开始认为是自己的无能而选择了辞职。然而后来经过心理治疗后，她发现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周围的嫉妒所导致，从而迅速在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像这样受到嫉妒影响的人，可能会因为精神上的受伤而在工作中以低于自己能力的工资工作，但却总不觉得自己吃亏，因为精神上的受伤使得自尊心下降。嫉妒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会给您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还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更可怕的是，它会撕裂您的内心。听到这些，
如果您开始觉得自己受到了他人嫉妒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怎样才能摆脱嫉妒的影响呢？在这里，您可以依靠潜意识力量。要想发挥潜意识力量，您只需要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摆脱嫉妒的影响。只要你有意识的想要从嫉妒中解脱出来，那么潜意识就会开始为您的愿望而努力，引导您朝着想要的方向前进。就像骑自行车时，只要你意识到想要保持直线行驶，潜意识就会自动地控制着方向盘。同样的，只要您意识到想要摆脱嫉妒，潜意识就会引导您走向一个没有嫉妒的自由世界。要真正感受到潜意识的帮助，您需要思考对方究竟嫉妒您什么，不要被琐碎的细节所困扰，而是要意识到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因此，如果您希望在没有嫉妒的世界中自由的生活，并且追求未来的自己，那么潜意识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每天受到嫉妒的困扰中解放出您自己。作者讲述了一个受到公司上司排挤而感到烦恼的女性的故事。她意识到自己想要摆脱嫉妒的影响，直面没有嫉妒的方向，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她过去总是被上司拖后腿，因为她总是关注着上司的方向。之后，当她开始专注于自己想要前进的方向时，她变得更加集中，不再受到上司的干扰。她开始在自己想要的方向上取得成果，并因此获得了晋升。作者自己也时常意识到嫉妒的影响。当不愉快的情绪涌上心头时，他会在潜意识中呼唤自由，结果他能够专注地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前进，并真切地感受到潜意识在帮助自己。也许您是一个容易受到嫉妒的人，尽管您拥有出色的才能，却总是被别人的嫉妒所驱使，导致自己不断破坏一切。如果您发现自己的人生不顺利，总是遇到讨厌的眼光，也许这些都是别人嫉妒的结果。如果您意识到这一点，并努力从嫉妒中解脱出来，那么您会发现自己拥有更自由的生活。此外，容易受到嫉妒的人还应该注意，不要故意贬低自己，不要因为害怕被攻击而选择穿得不体面或不化妆，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因为它让您显得比周围更加软弱。您的潜力并没有改变，但当您选择走向弱者的路线时，您就会成为别人嫉妒的对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